在佛教的悠悠岁月中，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仿若古老而深沉的钟声，在轮回的浩瀚时空中久久回荡。众生皆在这六道轮回的湍急漩涡里，因各自往昔所造之业，如落叶随波，辗转于六道之间，因果循环，丝毫不爽。可在这纷繁复杂的轮回业力里，最难以被消除的究竟是什么呢？时光回溯至那繁华昌盛、气象万千的大唐盛世，在长安城的青龙寺中，有一位年轻的僧人，名叫罗廷。他每日清晨，在第一缕阳光尚未完全照亮寺庙的庭院时，便已起身，于蒲团之上跏趺而坐，开始了一天的修行。从早到晚，他严守着佛门的清规戒律，可尽管如此，他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有一团迷雾，久久无法驱散，让他难以获得真正的平静与解脱。他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心中暗自思忖，为何我如此精进的修行，却依旧感觉自己与那至高无上的佛法真谛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薄纱呢？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困惑，罗廷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这座熟悉的青龙寺，去寻访那传说中大慈大悲的地藏菩萨。他坚信，在菩萨的慈悲指引下，自己定能找到那把解开心中困惑的钥匙。于是罗廷简单地收拾了行囊，只带了一件破旧却干净的僧袍，一个化缘的钵盂和几本平日里常读的经书，便告别了青龙寺的师友，踏上了茫茫征途。一路上他风餐露宿，白天顶着烈日，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艰难前行，饿了就拿出钵盂，向路过的村庄人家化缘一口斋饭。夜晚则在荒郊野外寻一处安静的角落，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合衣而眠。就这样，经过了数月的长途跋涉，罗廷终于来到了传说中地藏菩萨显灵的幽冥山脚下。整座山散发着一种阴森森的气息，让人望而生畏。周围的百姓谈及此山，都面露惧色，平日里根本不敢靠近半步。可罗廷却没有丝毫退缩之意，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受着山间那清冷而又带着几分神秘的空气，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毅然决然地踏入了这片充满未知的神秘区域。在幽冥山中，罗廷小心翼翼地走了数日，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罗廷在山林间遇到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老者身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僧袍，手中拄着一根拐杖，正独自一人在山中缓缓行走。罗廷见状，连忙快步上前，恭敬地向老者行了一个大礼，说道：“这位老人家，晚辈有礼了。请问您可知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何处？”晚辈寻觅许久，始终未能找到。老者抬起头，目光温和地看着罗廷，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反问道：“你找地藏菩萨作甚呀？这幽冥山可不是寻常人能轻易来的地方。”罗廷诚恳地回答道：“回老人家的话，弟子修行多年，日夜苦修，严守戒律，可始终无法开悟，内心难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听闻地藏菩萨慈悲广大，能救众生脱离苦海，特来求菩萨指点迷津，解开弟子心中的困惑。”老者微微点了点头，目光深邃地看着罗廷，问道：“那你可知修行之中最难的是什么吗？”罗廷听后微微皱起了眉头，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他认真地答道：“依弟子愚见，修行最难的莫过于持戒，需时刻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不犯任何过错。再者是禅定，要让自己的心如同平静的湖水，不为外界的纷纷扰扰所动摇。还有便是断除烦恼，摆脱尘世中的种种执念与贪嗔痴。”老者听了，缓缓地摇了摇头，说道：“非也，非也。你所说的这些固然重要，但修行最难的其实是见性。若不能见到自己的自性，纵然你苦修100年，每日诵经1000遍，坐禅万时，最终也不过是在原地打转，
徒劳无功罢了。罗廷听了老者的话，心中更加困惑，不禁追问道：老人家，何为见性？又该如何才能见性呢？还请老人家明示。老者并没有直接回答罗廷的问题，而是目光望向远方，缓缓地说道：500年前，在遥远的中天竺国，有一位名叫善慧的年轻人，他的经历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让你对见性有所领悟。罗廷一听，顿时来了精神，连忙追问道：还请老人家详细说来。晚辈洗耳恭听。老者微微一笑，便开始讲述起善慧的故事。那时，善慧乃是富商家里多的小儿子，他自幼便与佛法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对那些晦涩难懂的经书典籍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自他识字起，便整日沉浸在经书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佛法的智慧。凭借着他过人的天赋和勤奋的努力，他很快便精通了各种佛理，在当地被誉为难得一见的修行奇才。后来他有幸拜在了迦叶尊者门下，在尊者的悉心教导下，他的修行更是如同插上了翅膀，突飞猛进。没过多久，他便能轻易地入定数日，在定中，他的身心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甚至还渐渐拥有了一些神通之力。罗廷静静地听着，心中暗自思忖，这位善慧的经历与我竟有几分相似之处。我也是自幼对佛法心生向往，努力修行，可如今也面临着诸多困惑。或许他的故事真的能像一盏明灯，为我照亮前行的道路。老者稍作停顿，喝了一口随身携带的竹筒里的水，继续说道：然而，尽管善慧在修行上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可他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平静与安宁。他虽然对佛理倒背如流，能与众多高僧大德侃侃而谈，可他总觉得自己离那真正的觉悟还有着一段遥不可及的距离。他曾多次向迦叶尊者请教，希望尊者能为他指点迷津，可尊者每次都只是微笑着，让他自己去寻找答案。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善慧独自一人在山中闭关修行。山中的天气格外寒冷，寒风如刀子般刮过脸颊，让人疼痛难忍。善慧坐在山洞中，准备用自己珍藏许久的一碗清净水来煮茶。这碗水是他特意在一个月圆之夜登上山顶的圣泉，虔诚地汲取而来。他一直将其视为修行的清净之水，平日里都舍不得用。就在他刚把水倒入锅中，准备生火煮茶的时候，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踉踉跄跄地从山洞外走了进来。那老乞丐头发凌乱，脸上满是污垢，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他走到善慧面前，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好心人，求求你给我一口水喝吧，我已经几天没喝水了，快要渴死了。说到这里，老者停顿了一下，目光紧紧地盯着罗廷，似乎在观察他的反应。罗廷的心中此刻也如同打翻了五味瓶，泛起了层层波澜。他仿佛穿越了时空，亲眼看到了当时的场景，深深地感受到了善慧内心的挣扎与纠结。他在心中暗自思索，若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抉择呢？这清净之水确实是用来修行的珍贵之物，可眼前这位老乞丐又如此可怜，实在让人于心不忍。老者见罗廷陷入了沉思，便接着说道：正当善慧犹豫之际，那老乞丐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身体摇摇欲坠，一头栽倒在地。善慧这才猛地回过神来，心中一紧，连忙快步上前，扶起老人，将那碗清净水递到了他的嘴边。老乞丐贪婪地大口喝着水，不一会儿便把整碗水都喝了个精光。喝完水后，老乞丐的脸色渐渐好转，不再像刚才那般苍白如纸。他抬起头，目光突然变得异常明亮，直直地盯着善慧，说道：你可知道自己前世是谁？善慧被老乞丐这突如其来的疑问弄得一愣，他摇了摇头，说道：前世弟子不知，
还请老人家明示。老乞丐笑了笑，那笑容中似乎蕴含着无尽的深意，说道：500年前，你也是一位修行人，那时的你道行已经很高。可惜善慧一听，心中充满了好奇，连忙追问道：可惜什么？老人家，请您快说。老乞丐的声音渐渐变得微弱起来，说道：可惜一念之差，让你在6道中轮回至今。善慧，你可知道6道轮回中最难消除的是什么业力？老者说到这里，戛然而止，不再言语。罗婷的心此刻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他迫不及待地追问道：老人家，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那位老乞丐到底说了什么？求您快告诉晚辈吧。老者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说道：想知道答案吗？答案其实就藏在你自己的心中，去寻找地藏菩萨吧，菩萨会给你启示的。说完，老者便转身，拄着拐杖，缓缓地朝着山林深处走去。他的身影在这雾气弥漫的山林中渐渐变得模糊，最终消失不见。罗婷站在原地，望着老者离去的方向，久久无法平静。他的心中既有对答案的渴望，又有对未来未知的迷茫，但他知道接下来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去探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继续向着幽冥山深处走去。在前行的过程中，他隐隐感觉到那个困扰他多年的答案，仿佛就在前方不远处，正等待着他去揭开。罗婷在幽冥山中继续艰难地行走着，这一路上他遇到了许多奇奇怪怪、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有时他会在山林间看到一些若隐若现的孤魂野鬼，他们面容痛苦，在山林间四处飘荡，仿佛在寻找着什么。那些孤魂野鬼发出的凄厉叫声在山谷间回荡，让人毛骨悚然。有时他又会遇到一些修行者，他们或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山洞中禅修，或3两成群围坐在一起探讨佛法。这些修行者有的面容祥和，眼神中透着一股宁静与智慧，有的却眉头紧锁，似乎也在为自己的修行之路而苦恼。每看到这些，罗婷的心中便更加坚定了寻找地藏菩萨的决心。他深知在这茫茫的修行之路上，自己并不孤单，有无数的众生都在为了摆脱轮回之苦，追求真正的解脱而努力，而他也一定要找到地藏菩萨，解开心中的困惑，为自己的修行之路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终于，在一个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山林间的日子里，罗婷来到了一座古老而又庄严的寺庙前。这座寺庙坐落在山林的深处，周围绿树环绕，仿佛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净土。寺庙的牌匾上刻着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幽冥寺。罗婷看到这3个字，心中一阵激动，他隐隐感觉到这里很可能就是他苦苦寻觅的地藏菩萨的道场。他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缓缓地走进了寺庙。寺庙里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唯有一尊高大的地藏菩萨塑像端坐在大殿的中央。那菩萨塑像面容慈祥，眼神中透着无尽的慈悲，仿佛在默默地注视着世间的一切众生。罗婷走到菩萨像前，缓缓地跪下，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起来。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尊地藏菩萨像突然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将整个大殿都照得如同白昼。紧接着，一个柔和而又充满力量的声音在罗婷的耳边响起：你心中的疑问我已知晓，你想知道善慧的故事，以及6道轮回中最难消除的业力是什么，是吗？罗婷听到这声音，心中激动不已，连忙回答道：是的，菩萨，弟子困惑已久，日夜难安，还请菩萨慈悲开示，为弟子指点迷津。地藏菩萨的声音继续说道：善慧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分别心的故事。他虽然修行精进，在佛法的理论知识上有着深厚的造诣，可他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无法摆脱一种优越感。平日里
他虽然表面上对人谦逊有礼，与人交谈时也总是面带微笑，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常常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种评判他人的念头。他会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认为自己的修行境界比别人高，对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心中便会产生一种轻视之感。这种分别心就像一道无形的坚固的墙，横亘在他与真理之间，阻碍了他与真正的觉悟相遇。当老乞丐向他乞讨清水时，他内心所产生的挣扎，正是分别心的强烈体现。他在心中认为，那碗从山顶圣泉打来的清水是无比清净的，应该用于自己的修行，而不应该施舍给一个看起来如此卑贱、浑身散发着异味的乞丐。他这种执着于清净与不清净、高贵与低贱的分别之念，让他在那一刻错失了一次觉悟的绝佳机会。那位老乞丐其实并非凡人，而是我地藏菩萨的化身。我为了点化善慧，特意示现为乞丐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只可惜当时的善慧并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他被自己的分别心所蒙蔽，无法看穿这表象背后的真相。罗婷听得如痴如醉，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的修行之路，这才惊觉自己在平日里的修行中也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将周围的人进行比较，对那些修行不如自己的人，心中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对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会心生嗔怒。这种分别心不正是阻碍自己开悟的最大障碍吗？地藏菩萨的声音继续在大殿中回荡，在这六道轮回之中，最难消除的业力正是这种分别心。因为分别心一旦产生，便会如同滚雪球一般，不断地滋生出傲慢、嫉妒、嗔恨等种种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会在众生的心中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厚重，最终形成一种难以消除的强大业力，让众生在轮回的苦海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善慧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他开始努力地放下内心的优越感，尝试着用一颗平等、包容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他不再执着于清净与不清净的分别，不再以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他开始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生命所承受的痛苦，真正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仅仅为了修行的目的而修行。他的内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得柔软、慈悲，最终善慧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功地消除了分别心所带来的业力，证得了菩萨果位。他发下宏愿，要救度一切受苦的众生，让他们都能脱离轮回之苦，获得真正的解脱。而他也因此成为了如今的地藏菩萨。罗婷听完地藏菩萨的开示，只觉得如醍醐灌顶，心中的那团迷雾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他终于彻彻底底地明白了，修行的真正关键并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不在于你诵读了多少经书，持守了多少戒律，拥有了多么高深的神通，而在于内心的转变。只有放下心中的分别心，以一颗平等、善良、慈悲的心去对待世间的一切众生，才能真正的与真理相遇，获得真正的解脱。他跪在菩萨像前，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他深深地忏悔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为自己曾经的傲慢与偏见而感到羞愧。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以地藏菩萨为榜样，放下内心的傲慢与分别，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帮助那些身处苦难之中的众生。就在罗婷发完誓的那一刻，地藏菩萨像的光芒渐渐减弱，最终消失不见，整个寺庙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罗婷知道地藏菩萨已经离开了，他缓缓地站起身来，向着菩萨像深深地鞠了一躬，眼中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知道这一次的幽冥山之行是他生命中的一场重大转折，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
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